大家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手机刚放下，下一秒就忘记放在哪里，或是话讲到一半，突然忘了要讲什么，心里会想说，是不是快失智了？其实这真的很常见，但2026年一篇新研究提醒了我们，记忆变差不一定只跟大脑有关，关键线索可能在肠道。等一下，这个我有疑问，记忆变差。这不是脑袋的问题吗？怎么会突然扯到肠道？我的肚子又不会帮我背电话号码。欢迎来到茶学笔记，今天我们就要来讲清楚肠道跟记忆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这就是这篇研究有趣的地方。2026年发表在国际期刊 NPJ 食品科学 NPJ Science of Food 的这篇研究，它比较了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在老化小鼠模型里对这个记忆、肠道菌还有大脑代谢的影响。所以这一集不是要讲那种就是喝一杯普洱然后脑袋马上变灵光这种吧？完全不是。对，这不是说普洱茶可以治疗失智，它是一篇老化小鼠研究。它真正的价值是让我们看见一条新的科学线索，就是大脑可能不是独自老化的器官。了解，也就是说大脑老化不只是大脑自己的问题咯。没错，这集我们要讲的是一条器官连线，科学上叫做肠脑轴 （gut-brain axis）， 也就是肠道还有血液里的代谢讯号，再到大脑，最后去联动到我们的记忆表现。了解，所以重点不是肠道有多厉害，而是看身体里的讯号怎么一路去影响到大脑。对，你的逻辑完全正确。不过回到实际生活里，尤其45岁以后，大家开始害怕，像是出门忘记带钥匙啦，常常在找手机，或是遇到熟人叫不出名字。这真的很常见。对呀，更可怕的是长辈群组常常传那种这是失智前兆，赶快吃什么补脑产品。对，这种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要先分清楚，偶尔忘东忘西，这不等于失智。像是睡不好、压力大、血糖波动，或是三高控制不好、活动量太少，这些都可能让人觉得脑袋顿顿的。可是大家心里就是会怕啊，发现自己开始忘东忘西的时候，就会想找方法。那很多人就会想，我平常就在喝茶，这个习惯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其实可以这样说，这篇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看的方向，也就是它不是直接去补脑。没错，它比较像是先影响肠道菌，然后再影响血液里的脂质代谢讯号，最后才跟大脑老化相关的指标产生联动。等下这句我思考一下。不是说肠道会帮我们记东西，而是肠道状态可能会改变身体里的讯号，然后这些讯号又可能影响大脑环境吗？没错，就是这样。那今天的重点很清楚了，记忆力变差，问题不一定只在大脑，整个身体的状态都要一起看。没错。不过我先问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哦，有人会说我阿公每天喝茶也活到90岁，那还需要看什么研究？喝就对了啦。这种经验谈听起来不是也很有说服力吗？这种说法我们很常听到，但科学上真的不能这样判断。你阿公活到90岁，这可能跟基因、饮食、活动量，或者不抽烟、生活压力、医疗照顾都有关，它不一定是茶这单一个因素。所以不能把所有功劳都算在茶身上。对，不然反过来也有人会说，我邻居每天喝茶还不是失智，那是不是代表茶完全没用？其实也不能这样讲，个案故事只能当作聊天，不能当证据。了解，所以聊天归聊天，不能拿来当科学结论。没错，科学研究它必须是在控制条件下观察变化。像这篇研究用的是低半乳糖 D-galactose 诱导的老化小鼠模型。诱导老化小鼠。对，就是让小鼠出现老化相关的记忆与代谢变化，然后再来看看生谱和熟谱介入后到底有没有差异。所以这不是拿你阿公我阿嬷互相比，而是在同一套条件下，看喝普洱茶之后，老化小鼠的记忆还有身体指标到底有没有改变。没错，而且这篇研究它在设计上其实也很务实，它不是用那种高剂量去灌食，而是让小鼠自由饮用2%的生普和熟普茶汤。
这比较接近我们日常喝茶的情境。2%。对，研究里面，喝茶组的小鼠平均每天大约是喝3.0毫升的茶汤。哦，所以不是把茶浓缩到很夸张，然后硬灌进去。这也是它比很多动物研究更接近我们日常的地方。好，那这篇研究到底看到了什么？喝了普洱茶的小鼠记忆真的有比较好吗？研究结果显示啊，生普和熟普都改善了老化小鼠的短期和长期空间记忆，而且两者的效果很相近。意思是在这个研究里，不管是喝生普还是熟普，在记忆测验里的表现都有改善，而且没有明显分出谁比较厉害吗？对。但其实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它背后的这条路线。科学家接着去分析了肠道菌，也就是肠道里的微生物群。研究发现呢，在这个老化模式里，肠道菌出现了失衡，而生普和熟普介入后，都让肠道菌比较趋近正常状态。哇，等一下，这里先让我脑袋整理一下。第一站是肠道，老化小鼠肠道菌乱掉，然后喝生普或熟普后，肠道菌逐渐恢复正常。对，接着第二站就是血液里的代谢讯号。研究发现，生普和熟普都跟脂质代谢路径有关，特别是和神经酰胺 ceramide 这类脂质分子有关。咦，神经酰胺，这不就是那个护肤保养品里面常听到的成分吗？怎么突然跟大脑扯上关系？哈哈，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也会这样想。其实神经酰胺不是只有保养品才有，它本来就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脂质分子，大脑里面也有。哦，所以它不是外擦保养品才有，而是身体本来就会存在的东西。对，那重点是这篇研究不只看血液，它也直接看了大脑组织。结果发现，在这个老化模型里面，脑部的神经酰胺是升高的。而生普和熟普介入后，脑部神经酰胺就下降了。那脑部神经酰胺升高会如何？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油脂压力讯号，如果太高，可能就代表大脑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也因为这篇研究，它同时看到血液代谢讯号和大脑指标一起出现变化，研究团队才会认为肠道代谢和大脑之间可能存在互相联动的关系。了解，这就是一开始说的肠脑轴，肠道血液里的讯号和大脑环境可能要一起看。那这篇研究还有发现什么关键指标吗？还有一个大家也有可能有听过的 A 贝塔，也就是贝塔类淀粉蛋白 amyloid beta， 它是阿兹海默症研究里面很常被讨论的一种蛋白沉积。哦，这个常听到。对，这篇研究也观察到老化小鼠脑部的 A 贝塔讯号比较高，而生普和熟普介入后 ，A 贝塔的沉积有下降的趋势。A 贝塔下降，那是不是就表示普洱茶可以仿实质呢？不能这样解读哦。在老化小鼠模型里看到 A 贝塔讯号下降，不等于人喝普洱茶就能治疗阿兹海默症。我们只能说，这篇研究看到普洱茶介入后，老化小鼠的大脑压力指标下降了，记忆测验的表现也改善了。所以我整理一下，神经酰胺像油脂压力讯号，A 贝塔像蛋白沉积讯号，两者下降，不能说失智被治好，而是在这个研究里，大脑环境的压力指标可能降低了，所以记忆测验表现也比较好。非常正确。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刚刚说生普和熟普在记忆测验里表现接近，但他们喝起来明明差很多啊，一个比较鲜爽，一个比较温润，那差别到底在哪里？差别就在成分。这篇研究不只比较结果，也分析了生普和熟普的成分差异。从数据来看呢，生普的总儿茶素 catechins 是每公升1130.39毫克，但熟普只有14.84毫克，差这么多，所以生普保留了很多原本茶叶里的儿茶素。那熟普呢？熟普经过渥堆发酵后，成分被重组了。熟普里面的茶褐素 theobromines 是每公升1035.49毫克，而生普只有191.60毫克，熟普高出非常多。哦，这个也蛮符合我们平常看茶汤的感觉。熟普的汤色比较深，看来成分路线也真的不一样。没错，除了茶褐素，熟普的末石子酸 gallic acid
也比较高，熟普是每公升130.39毫克，生普是29.47毫克。另外，熟普也有茶红素、茶黄素这类发酵相关成分。研究团队认为，虽然两者起点不同，成分不一样，但都可能透过肠道菌和代谢讯号，进而影响大脑老化指标。所以这篇研究不是要分出到底是生普有效还是熟普有效，而是提醒我们不同的加工方式可能走不同的成分路线，但都对记忆有帮助。对，至少在这个老化的研究里，生普和熟普都能延缓记忆衰退，而且两者效果其实差不多。好，那最实际的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喝？可以说每天喝几杯吗？虽然这不是人体临床试验，不能当作医疗建议，但我们可以依这篇研究设计来做一个很保守的换算。刚刚说研究里小鼠喝的是2%的茶汤，对吧？对，2%的茶汤大约就是1公克茶叶泡50毫升的水，小鼠平均每天喝大约3.0毫升，换算成茶叶大约是每天0.06公克茶叶萃出来的茶汤。那换算成我们人体大概是可以怎么出估？这个在动物研究中通常会用体表面积的比例去换算，让剂量在不同物种间有个合理的对应。换算下来的结果是，成人大约落在1天8到9公克茶叶的量级，差不多是1小壶茶1天分几次冲泡的日常量。所以这不是什么浓到吓死人的量，不是叫大家开始每天拼命灌茶。对，其实更实际的做法是把茶放回日常饮品的位置，比如你每天有一杯含糖手摇饮、奶茶或者吃饭习惯喝含糖饮料，你可以先把其中一杯换成无糖的普洱茶。这很重要，不是一边喝普洱一边蒸奶照喝、薯条照吃、熬夜照熬，然后期待脑袋突然变灵光。没错，与其把它想成神奇的解方，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比较好的日常选择。那生普和熟普怎么选？如果你喜欢清爽、口感比较鲜明的，就可以选生普，但记得不要空腹喝太浓。那如果你胃比较敏感，或者喜欢温和顺口的感觉，就可以从熟普开始。那晚上容易睡不着的人呢？下午3点后就尽量不要喝太浓，因为普洱茶也是有咖啡因的。了解，所以重点不是硬要分出哪一种比较好，而是选自己喝得舒服、喝得下去，然后能长期取代含糖饮料。对，这样才是比较实际也比较能长久的喝法。今天这一集最大的重点就是记忆变差不一定只是大脑出问题，前面讲的肠脑轴其实就是要我们把肠道菌、血液里的代谢讯号和大脑老化指标一起看。对，生普和熟普虽然成分路线不同，但在这个老化小鼠研究里都对记忆有帮助，两者的效果也很接近。如果这一集有帮你重新理解肠道和大脑的关系，欢迎订阅茶学笔记，也可以把这一集分享给正在关心记忆健康的朋友。如果想支持我们，也可以使用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我们下一集见。